美国拉着日本制定武力干涉台海的计划，岸田拒绝做出任何承诺。日本不允许美国使用其基地，这是真的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一旦被迫武力统一台湾，那么美军是否会武力干涉台海就成了关键。当然，我们一早就准备了美军介入的预案，也不怕美军介入。而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嚷嚷了几年的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但真到了战争发生的时候，日本是否真的敢帮助美军，甚至亲自下场，那又两说了。因为日本一旦有所动作，那么其后果将事关国运。近日，《华尔街日报》暴露了美日在制定武力干涉台海计划时遇到了困难。据报道，美日军方针对台海有事制定应对计划已有1年多的时间了，但日本政府仍对是否会介入战争不做任何承诺。美国希望能够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更期望日本相对强大的潜艇能够展开反潜作战。美国还向日本提了几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否可以提供补给线、导弹发射地点和如何实施难民撤离计划。日本政府仅表示愿意向美军提供燃料和其他补给物资，但是只要涉及动武就不做任何回复。岸田文雄甚至还明确表示，是否同意美军利用基地问题的判断权理所当然地属于日本政府。知情人士称，美国现在已经很清楚，日本最终可能会同意美军使用其基地，但是让日本自卫队直接参与战斗将会更加困难。有日本学者称，日本民众有超过近90%的人不愿意为介入台海冲突而牺牲，甚至对为什么要卷入台海冲突也没有共识。岸田文雄不敢做出承诺，是为了避免引发日本民众的反感。我们该如何来看待日本在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问题上认怂的表现呢？首先，日本政府不是不想，只是担心如果美军战败，无法承受离开美军保护的战略后果。我们一定要认识一点，日本远比美国害怕中国完成统一。日本只是对美军介入台海事务后能否打赢没有信心，因为一旦美军战败退出东北亚，那么日本这条美国人的走狗就几乎没有了立足之地，向中国跪拜就是唯一的选择了。第二，日本只要允许美国使用其基地，几乎就是实质性的介入了台海战事，就等同于参战。这是日本最有可能参与台海冲突的方式，也就是仅仅给美国提供后勤支持。但是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不会因为日本自卫队没动手就放过位于日本的美军基地，或者放弃攻击为美国的军舰、飞机补给的日本平台。第三，日本受和平宪法的限制，如果他们胆敢对中国这个2战的战胜国动武，那么他们将面临着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法律后果。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日本其实非常担心自己战败国的身份，在有了武力干涉台海的行动之后，遭到中国军队的全面清算，这个后果将会非常惨烈，因为中国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对日本进行更残酷的打击。第四，用保护国民生命作为借口是日本保全自己的重要方式。日本的一些政治人物很可能会利用这个借口来阻止日本成为战争的参与方。如果正好美军也不想介入台海事务，那么美日双方就会搞个双簧。第五，日本其实只是想美军独立介入，让中美两败俱伤。日本不想要中国统一，但是不等于日本自卫队愿意与中国打一仗，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日本的最高利益就是让中美打上一仗，最好能够打得惨烈一些，日本呢就可以借机变成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了。但是日本的这些右翼政客可能太天真了，就算中美开战了，也不可能让日本人在一边余力。
美国终有办法裹挟着日本加入战局，而中国也不可能让日本在一边好过，而最终将日本打残，很可能就是中美两军的共识。第六，日本自卫队的战斗力被阉割得太久了，已经失去了赌国运的资本。从日本自卫队出现的多年招兵困难，自卫队内部各种风流韵事就能看出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更像是个废物。美国或许看重的是日本自卫队潜艇的水下作战能力，但是用潜艇实施防御和用来进攻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解放军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潜艇作战力量，日本人的胜算并不高。只要被解放军摧毁其潜艇补给基地，或者通过布雷的方式封锁其潜艇的活动区域，日本潜艇所产生的威胁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日本的潜艇陪美军冒险其意义呢并不高。总体而言，日本历史上的昭和男儿早已经变成了平成废物，挑衅解放军的后果还有可能变成昭和民族。所以日本人打嘴炮是一回事儿，实际下场干涉又是另一回事儿。